为什么还是不行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小子，看清楚这张脸，我就是你，60年后的你！不可能！扔掉你那可怜的自尊，这就是我们原本的宿命。我耗尽最后6年寿命开启因果镜，不是来跟你废话的。明天家族大比，大长老和江哲勋会打断你的4肢。父亲被大长老下毒，7天后惨死。蓝薇为了给你买药，被江哲勋的手下卖进了城外的窑子，当天夜里就不堪受辱，咬舌自尽。而你像条死狗一样被扔出易水城，讨了60年的饭。既然你跨越时空来找我，一定有办法改变，对不对？我要江哲勋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不愧是我。立刻拿上你的剑，去城东20里外的废弃城隍庙。城隍庙的地下有一头濒死一阶妖兽玄灵蟒，它守护着一株马上就要成熟的洗髓神草。江哲勋已经派了他的心腹护卫队长古元带人去取了，那本来是他的机缘，现在是你的了。只要你吞下洗髓神草，不仅能重塑丹田，还能借此一举冲破凝丹境的壁垒，杀光他们，然后明天在大比上亲手拧下江哲勋的脑袋。时间不多了，能量快耗尽了。小子，记住，只要你改变了今晚的命运，我的时间链就会重组。下一次相见，我就不再是这个废物老头了。去吧，杀出一个无敌的未来，我在全新的未来等你。快，那头玄灵蟒马上就要断气了。少爷说了，只要把这株神草带回去，明天大比过后他就是少主，到时候大把赏赐少不了你们。什么人装神弄鬼？江家在此办事，闲杂人等滚开！混账东西，你找死！给我上，剁了他！魔鬼，你是魔鬼！迷踪步，穿云剑法，你是江家的人，江晨？不可能，你的丹田不是废了吗？古队长，好久不见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过江龙，原来真是你这个废物！今天老子就先宰了你，拿你的人头去领赏！好险！如果刚刚古元没有轻敌，死的人就是我了。杨哲勋，你的狗我先杀了，这只是一点利息。必须撑住！入丹田就能逆天改命！干得漂亮！你这一剑劈开了那该死的老狗，也劈碎了我当60年老乞丐的悲惨宿命。那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拜你所赐，我现在是灵丹境后期，易水城方圆万里，我为霸主。但是还不够。大长老那个老狗，在你赢了之后暗中偷袭，一掌打碎了你的经脉。我为了修复经脉，足足搓出了30年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听好了，既然我们已经打破了第1层宿命，那就干脆把天给捅个窟窿。你现在最缺的就是一部能够碾压一切的顶级功法。接好了，这是我后来机缘巧合下
在一处上古遗迹中九死一生才拼来的地阶极品功法——掠天神功。功法已经给你了，去吧。明天的家族大比不要留手，我要你以无敌之姿将大长老一脉全部踩碎。你赢得越漂亮，我在未来的成就越高。我在新的未来等着给你送更大的机缘。好霸道的功法！江哲勋，大长老，你们等着吧。奇怪，古元怎么还没回来？少爷息怒，可能是昨晚雨太大，路上耽搁了。那头玄灵蟒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古元带了4个好手过去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哼，废物东西，办事一点都不利索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就算没有洗归神草，本少爷现在也是聚气境后期，对付一个丹田破碎的废人，用1根手指头都能碾死他。时辰已到，江家年度大比正式开始。不过，在大比开始之前，有一件关乎我江家生死存亡的大事，必须先解决。众所周知，我江家少主江晨在3天前遭遇意外，丹田破裂，已经沦为一个无法修炼的废人。我江家乃是易水城3大家族之一，绝不可能让一个废人来担任未来的家主。所以，老夫提议，即刻废除江晨少主之位。不可！晨儿是为了保护同族子弟，才被妖兽围攻。现在他伤骨未寒，你们竟然就要落井下石，剥夺他的少主之位，简直令人不齿。更何况，只要能找到3品以上的疗伤丹药，晨儿的丹田未必不能恢复。3品丹药，江某，你莫不是毒火攻心，得了失心疯？我们这小小的易水城，连1品炼丹师都找不出半个，你去哪里找3品丹药？再说了，那个废物今天连大比都不敢来参加，这样的懦夫有什么资格领导江家？大长老说的对，废人不能当少主，江晨就是个缩头乌龟，赶紧滚出江家！大伯，您就别死撑了。江晨那个废物不仅是个残废，还是个连面对现实都不敢的懦夫。既然他不敢出来，来人，去大少爷的院子里把那个废物给我拖出来。既然他不肯主动交出少主令牌，那今天本少爷就亲自动手，按照族规，打断他的4肢，将他逐出江家大门。是少爷。打断我的4肢，江哲勋，你也敢动我？江哲勋，你的狗我给你送来了，滚下来，受死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个丹田破碎的废人，怎么可能杀得了古元？肯定是有高人暗中帮你。江晨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勾结外人残杀家族护卫，你该当何罪？杀一条只会狂吼的老狗，还需要别人帮忙？江哲勋，你不仅是个废物，还是连面对现实都不敢的蠢货。你找死！江晨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下流手段，但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碾压。本雷音！啊，这就叫实力碾压，太弱了。啊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功法？刚才不是叫嚣着要打断我的4肢吗？起来，继续。别过来！我是大长老的孙子，你敢动我，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。爷爷不会放过我。当年你派人暗算我，毁我丹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昨天你派古元去城隍庙抢我机缘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今天早上你逼迫我父亲交出少主之位，要废我4肢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爷爷救我！庶子敢乃，装神弄鬼，给老夫死来！不！不要！薰儿，江晨，
你这个小畜生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狠？大长老，你刚才要打断我四肢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狠？你们在暗中给我父亲下毒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狠？我只不过是把你们想对我做的事情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们而已，这也叫狠？少主饶命！我们都是听了大长老的蛊惑呀，不关我们的事儿。陈儿，你的修为……爹，孩儿的丹田不仅恢复了，而且破耳后力比以前更强。现在让孩儿先帮您把体内的毒逼出来。啊，这是什么功法？竟然能直接吞噬剧毒！爹，此事说来话长，等解决完眼前的麻烦，孩儿再慢慢向您禀报。来人，少主有何吩咐？大长老江延贵勾结外人暗算家主，残害同族，即刻起剥夺大长老一切权利，打入家族死牢，听候发落。至于江哲勋这个废人，扔到后山去喂妖兽。是。少爷，您喝茶。干得漂亮！今天你镇压了江家，等于是彻底拔出了我当年心中最大的那根刺。我已经突破到了紫府境巅峰，成为了太清门的内门长老。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？但我要告诉你，你如果仅仅满足于在一个小家族里称王称霸，那你迟早还会死。你以为大长老是从哪里弄来那种连你爹都能放倒的奇毒？易水城根本买不到那种级别的毒药，那毒药是太清门的一位真传弟子给他的。3天后，太清门的人就会降临易水城招收弟子，而带队的就是那个真传弟子的狗腿子。我当年就是因为不知道这层关系，结果家族被灭，隐姓埋名蹉跎数十年才大仇得报。听好了，真正的生死危机现在才刚刚开始。3天时间，既然未来的我提醒了，那我就不可能重蹈覆辙，必须在这3天内把修为推到极致。就拿你开刀了。不够，还差得远。可怜的家伙，玄铁剑归我。玄烨，就算你是宁丹境中期，今天我也能把你锤成肉泥。哼，江延贵那个老东西呢？老子大老远跑来这破地方招收弟子，他居然不亲自来迎接，懂不懂规矩？宣使者息怒，并非大长老不来迎接，而是江延贵大长老在3天前的家族大比上被人重伤，如今正关押在江家的死牢里。你说什么？江延贵被废了，还被关进了死牢？谁干的？回使者，是犬子江辰。江延贵暗算家主，残害同族，按照族规理应受罚。好一个按照族规！你们易海城这种乡下地方的破规矩，也配管我太清门的人？老子告诉你们，江延贵是我罩着的。今天你们不把那个叫江辰的小畜生交出来，老子就让这铁翼鹰服了你们整个江家！使者大人开恩啊！少主他现在不在城里，我们立刻派人去抓他回来给您赔罪，求大人放过江家吧！一群贱骨头，本使者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只给你们半炷香的时间。时间一到，见不到那个江辰的人头，我先杀你这个家主祭天！你就是那个太清门来的狗腿子，想拿我的人头？
我江晨就站在这儿，有种下来拿！小畜生，你找死！小畜生，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无全尸！铁一鹰，给我撕了他！晨儿小心！给我下来！一头畜生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别杀我！江晨，江大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是太清门外门执事，你杀了我，太清门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只要你饶我一命，我保证我立刻引荐你进入太清门内门。以你的天赋，绝对能成为核心弟子。求求你，给我一条生路。太清门放不放过我，那是我的事。但你今天来我江家门前耀武扬威，还要伤害我的亲人，那我就必须击败你。下辈子投胎，记得把眼睛擦亮一点，别走错路。玄烨是我杀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如果太清门的人来查，你们大可以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。我江晨接了。穷鬼一个，除了几万下品灵石和几瓶垃圾丹药，连件像样的法宝都没有。杀得好，杀得痛快！当年就是我太过隐忍，才导致半生蹉跎。现在你直接把他宰了，不仅我的心境彻底圆满，连带着我在太清门的地位，也因为少了这个暗中的敌人，再次水涨船高。听着，玄样死了，你和那个真传弟子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。不过不用怕，你现在就去太清门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他绝对想不到你敢主动送上门去参加宗门大考。我现在已经是太清门的内门高层了，宗门那点入门考核的破阵法、破套路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。我现在就把考核的满分通关攻略全发给你。不仅如此，考核后山的秘境里有一条当年连我都错过的隐藏路线，在迷雾森林西南角的一个隐蔽山洞里，有一位300年前化神境前辈作画留下的传承，里面不仅有地阶高级的身法武技，最重要的是还有一颗保存完好的九转虚空果。你不是还没有凝聚金丹吗？有了这颗果子，你能直接跨过宁丹清初期的门槛，凝聚出传说中最完美的无瑕金丹。拿着这份攻略去太清门，把他们的机缘全部赢光。等等，该死，我差点忘了一件要命的事。玄烨是那个真传弟子的核心狗腿，他在宗门内留有本命魂玉。你杀了他，那个真传弟子绝对已经收到了消息。按照他那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他根本不会等宗门按规矩办事。他已经暗中派出了一名紫府境初期死士去劫杀你了。紫府境，快逃，别走官道，钻进右侧300里外的黑风岭，那里常年毒瘴弥漫，是天然的隐蔽所。紫府境死除的感知会在那里被大幅度削弱。在黑风岭深处有一条废弃的上古传送阵残骸，这是你唯一逃脱的生路。快走，他马上就要到了。幸好未来的我及时发来了警告，还把逃跑路线直接刻在了我的脑子里，否则今天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小老鼠，你逃不掉的。
区半步凝丹境的蝼蚁，速度倒是很快。敢杀我家主子的狗，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，老夫都要将你抽魂炼魄。这小畜生倒是聪明，知道利用黑风岭的瘴气来躲避老夫的神识追踪。哼，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小聪明都是徒劳的。未来的我给的路线图果然精准无比，加上这掠天神功，连黑风岭图障都成了我的助力。小老鼠，找到你了！哼！追得还挺紧。这小子的身法和路线极其古怪，竟然能提前预测老夫的攻击路线，而且他竟然完全不受这黑风岭瘴气的影响。有点意思，看来这小子的身上隐藏着什么不得了的秘密。跑！老夫看你能跑到什么时候！紫极魔童，开！死吧！左前3步，下蹲，翻滚。快了，未来的我标记的那个地方就在前面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前方是死胡同，你这只小老鼠已经无路可逃了。老狗，你真的以为我是在盲目乱跑吗？送个礼物。死到临头还敢戏弄老夫！老狗，你打扰你爷爷睡觉了。完了，化神境的妖王怎么会出现在黑风岭的外围？老狗上当了吧？老子还有大事要做，拜拜了你嘞！想走，给老夫留下来！情况不妙，这紫府境老狗的毒我没法解决，现在只能去那个未来自己指出的秘境试试看了。我不甘心，我江辰的命只有我自己能做主。终于到。只要吃下去，我就能凝聚出无暇境。给我凝啊！我成功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太清门，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你江爷爷我来定货了。时辰已到，封锁山门。这小子谁啊？背这么大一把破铁剑，装什么深沉？看他身上连点真气波动都没有，估计就是个连聚气境都没到的废物，跑来凑热闹的吧？他竟然逃过了子府境的追杀，但是既然到了这儿，我就会帮老大解决这个麻烦。既然赶上了，那就入列吧。入门考核第一关，悟性测试。武道一途，天赋固然重要，但悟性才是决定你们能走多远的核心。你们每个人按照玉牌上的编号，去对应的石碑前盘膝坐下。石碑上刻录着我太清门历代先贤留下的武道真意残篇，给你们1个时辰的时间，只要能领悟出石碑上的一丝真意，让石碑亮起1道光芒，就算过关。亮起3道，可直接晋升内门。若是半点都领悟不出，即刻滚下山去。我太清门不收蠢货。快看那个背重剑的土包子，他竟然分到了第108号石碑，这小子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那可是太清门出了名的无字死碑，据说这块石碑放在这里已经有300年了。别说外门弟子，就算是内门的核心天才来参悟，也是一无所获。分到这块石碑，等于第1关直接被淘汰了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。真是个蠢货，竟然还真打算去参悟一块死碑，装模作样罢了。等1个时辰到了，看怎么哭着滚下山。快看，李家公子的石碑亮了1道光！天哪，张家大小姐的石碑亮了2道光，不愧是绝景天才。这土包子还不放弃，马上就到1个时辰了，他就算做到死，那块石头也不可能亮。第1关淘汰，赶紧滚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时间到，第108号江辰，石碑未亮，悟性为0，考核失败，剥夺考核资格，即刻驱逐下山。谁说他没有亮？异象，上古异象，祖师爷的本源剑意被他唤醒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莫只是不知道这亮光够不够我过关啊？真的是祖师爷的寂灭剑意！300年了，自从开派祖师作画，这块无字石碑就在外门广场风吹日晒了300年。宗门里多少精才绝艳的天骄去参悟过，哪怕是现任掌门当年，也只是让石碑亮起了一丝微光。今天，竟然有人能将本源剑意彻底唤醒，甚至凝聚出了实体意象。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可愿拜老夫为师？只要你点头，老夫今天就收你为关门弟子。太清门曾经可最高层的功法，任你挑选。好东西，你要不要脸？你都半截身子入土了，还教什么徒弟？小子，跟我去炼气峰，只要你来，我炼气峰宝库里的地阶极品法宝，你随便挑3件。哼！以后你每个月的修炼资源，我按内门核心弟子的10倍给你发。放屁！他领悟的是剑意，自然要来我神剑峰。来我神剑峰，我亲自教你无上剑道。各位前辈的好意，拜师的事情，晚辈还需要仔细斟酌。不过，在选择山峰之前，晚辈心里有一个疑惑，想请各位前辈解答。好孩子，你有什么疑惑尽管说，在太清门还没有老夫解决不了的事情。
晚辈想问问，给参加考核的弟子分配一块300年来无人能解的死碑，并且在考核时间还没结束的时候就直接宣布淘汰，甚至要动手强行驱逐，这也是太厅门的考核规矩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各位老祖听我解释，我是看他天赋异禀，想试探一下他的极限啊！去你娘的试探极限！瞎了你狗眼的废物东西！敢在宗门大考上动这种肮脏的手段，废了你的修为都是轻的。执法堂何在？把这个废物拖下去，扔进万蛇窟，让他受尽万蛇噬心之苦。好孩子，这个处理结果你可满意？前辈深明大义，晚辈佩服。既然如此，晚辈决定。各位老祖且慢，此子你们不能收。是司徒玄洪。玄洪，你不在内门闭关冲击子府境，跑来这里凑什么热闹？回禀太上长老，玄洪并非有意打扰各位老祖收徒，只是玄洪身为真传弟子，有责任维护太清门的门规法度。此人名叫江辰，他根本不是什么绝世天才，而是潜入我太清门的魔道奸细。玄洪，话可不能乱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确凿，就在昨天，我太清门派往易水城招收弟子的外门执事玄烨，本命魂玉突然碎裂，而凶手就是眼前这个江辰。他一个偏远小城的废物，16岁怎么可能拥有半步凝丹，甚至凝丹境的战力？如果不是修炼了极其恶毒的魔道功法，吸食人血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修行速度？他杀了玄烨执事，现在又用魔道手段蒙骗了悟性石碑，潜入我太清门，其心可诛。各位老祖，对于这种残杀同门、居心叵测的魔道劫孽，按照宗门规矩，理应就地正法，抽魂炼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说完了吗？玄烨是我杀的，你派去黑风岭劫杀我的那个子过老狗，也是我弄死的。我就站在这里。司徒玄洪，你想借宗门规矩的刀来杀我，别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讲那些没用的规矩。你不就是想我死吗？滚下来，咱俩签生死状。今天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放肆！你一个不知道从哪个乡下角落钻出来的野小子，也配挑战林师兄？怎么，刚才扣帽子的时候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现在让你下来过2招，反倒成了缩头乌龟了。你要是不敢，就趁早承认自己是个只会玩弄阴谋诡计的阴险小人，然后滚回你的狗窝里去！太狂了！好胆！年轻人就该有这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锐气。不过，孩子，切莫意气用事。你能唤醒祖师爷的本源剑意，证明你的悟性和天赋都是万古无一。但你毕竟才刚刚突破凝丹境初期，底蕴尚浅。司徒玄洪已经是半步子府，并且修炼了宗门的地阶高级武技，你现在绝不是他的对手。至于这孩子是不是魔道奸细，老夫自会亲自查明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越俎代庖。不行，今天他必须死！太上长老明鉴，玄洪绝无私心，全是为了宗门的安危着想。此子心性狂妄，杀性极重，若是让他混入内门，必是我太清门的一大祸患。不过，既然太上长老说我恃强凌弱，那我司徒玄洪今天就给他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。你不是要签生死状吗？我成全你。太上长老，各位封主，我已用秘法将自身修为彻底封印在凝丹境初期。现在我和他处于绝对的同阶境界，如果是同阶一战，他技不如人死在我的手里，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学艺不精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不知这样，太上长老可还觉得我是在恃强灭弱？我签。公平。司徒玄洪，
你还真是当了名字还要立牌坊，想借着压制境界的名头来光明正当的杀我。好啊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牙尖嘴利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这小子太冲动了！小畜生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汗流翻山印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去哪儿了？你在看哪里？不好！给我碎！太清门第一真传，半步子府，就这？我要杀了你！我一定要把你搓成千万碎片！司徒玄红，你干什么？说好的同阶一战，你既然解开封印，还要不要点脸面？庶子敢惹！谁？太上长老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？复古，你敢拦老夫？太上长老息怒，不是老朽要拦您，而是宗门的规矩拦着您。一入生死雷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在一方咽气之前，哪怕是掌门亲临，也绝对不能插手。这是太清门立派几千年来铁打的规矩。司徒玄红虽然解开了封印，但他并没有违反生死状的规定。要怪，只能怪那个叫江辰的蠢货，自己狂妄自大，非要牵着生死状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太上长老若是强行插手，难道是要带头毁我太清门的立派根基吗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司徒玄红以半步子府压人，这算哪门子的公平决斗？修仙界本就弱肉强食，死了的天才就不是天才，只是一捧黄土。听到了吗，江辰？规矩是站在我这边的，今天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你刚才那一拳确实让我很意外，但是现在游戏结束了，我要把你全身的骨头一寸一寸的捏碎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解开封印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小子，如果司徒玄红那条疯狗解开了半步子府的修为，你千万别怕，他那个半步子府虚得很。他为了争夺第一真传的位置，吃了一颗有缺陷的6品强行破镜丹。他的真气虽然庞大，但根本不受他自己完美的控制。只要你用极其霸道的力量正面硬刚他的核心气海，他的真气就会彻底失控，形成反噬。记住，别躲，直接用最残暴的方式给我碾碎他。半步子府，老子今天打的就是半步子府！掠天神功，给我开！这是什么功法？故弄玄虚，给我死！死极天罗手！灭剑意，给我破！生死状我签了，现在我可以送他上路了吗？师尊，救我！救我！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小畜生，你好狠毒的手段！大家同为太清门弟子，不过是切磋较量，你竟然下此毒手，毁人根基！此等魔道行径，天理难容！老夫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，毙了你这个魔头！苦谷老贼，你敢！苦谷，你当老夫是死人吗？刚才司徒玄红解开半步子府修为的时候，你说生死状已签，谁也不能插手规矩。现在司徒玄黄技不如人，被打败了，你竟然亲自下场偷袭一个小辈！你把太清门的立派根基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你刑罚殿擦屁股的破布吗？太上长老，司徒玄红是我太清门第一真禅，干系重大。这小子出手如此狠辣，分明就是魔修作风。老朽是为了宗门除坏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打不过就是魔修。你那宝贝徒弟刚才用境界压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狠辣？现在输了，签了生死状还想耍赖？老子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谁敢动江辰一根汗毛，老子直接拎着锤子去砸平他的山头！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对待想要杀你的人，绝对不能有半句废话。别等什么大佬调停，
别听什么宗门大义，只要他还没咽气，你就过去补刀。你要干什么？小畜生，你敢！孩子，住手！生死状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我要你死！我要你9族陪葬！放肆！太上长老，他杀了司徒玄洪，他杀了我太清门的第一真传，签了生死状，死在擂台上。那是司徒玄火自己学艺不精，咎由自取。规矩就是规矩。孩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老夫的亲传弟子。太清门圣子之位，从今日起由你接任。谁若敢暗中加害于你，老夫定将他抽魂炼魄，形神俱灭。拜见圣子。孩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太清门圣子。这座圣子峰独属于你，无人敢来打扰。你且在此好好休整，明日老夫再来看你。会这么大反应？我的个乖乖，这步子跨的也太大了吧！小子，吓傻了吧？干得漂亮，干得太漂亮了！你那一脚踩爆的不仅是司徒玄的脑袋，更是踩碎了我这条时间线上最大的一个因果枷锁。司徒玄衡的影响有那么大？哼，何止是大，在原本的轨迹里，就算我没被玄烨废掉，顺利进入了内门，但司徒玄洪那个伪君子却凭借着他的背景和心机，一路高歌猛进，最终坐上了太清门掌门的位置。他当上掌门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压所有有威胁的天才，而我就是他最大的眼中钉。为了对付他，我足足浪费了上百年的光阴，甚至几次险些生死斗笑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今天直接在新手村，在起跑线上一脚把这个未来的掌门给踩死了。没有了司徒玄洪这个毒瘤的100年打压，我在这条全新的时间线里一路顺风顺水，拿着宗门最好的资源，直接横推了整个东荒，100年化神，1000年虚道。就在刚刚，我在这片星河之中，终于打破了天道桎梏，成就了无上圣人果位。所以，圣人老哥，既然你现在都成圣人了，是不是该给小弟我发点实质性的福利了？你现在可是圣人，随便拔根腿毛都够我在这宁丹境横着走了吧？你小子还是这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德行。放心，你现在是我最大的底气，你越强，我的未来就越广阔。你现在虽然凝聚了暗金无暇金丹，同劫无敌，甚至能越级斩杀普通的子府境，但你的肉身底蕴还是太薄弱了，无法完全承载你那极其霸道的掠天神功。如果是强行传授你高阶功法或者法宝，你现在的境界根本发挥不出威力，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所以我决定动用圣人本源，为你施展一次圣人福鼎。准备好，可能会有点痛。稳住心神，运转掠天神功。小子，我这股圣人本源足以让你脱胎换骨，不就玉骨精髓。现在的我，如果再面对枯骨老狗那种子府境巅峰，就算不用任何花招，我也能一拳把他的脑袋打进他的肚子里。爽了吧？这具肉身底子够你挥霍到化神境了。多谢圣人老哥。
先别急着谢。司徒玄洪虽然死了，但这太清门里最大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还有麻烦？连太上长老都罩不住我。哼，太上长老确实护短，但他老人家常年闭关，宗门的大权其实一直掌握在另一个人的手里。太清门现任掌门。掌门？他不是一直在死关冲击化神境吗？这就是我要警告你的。那个老家伙根本就不是在闭关冲击化神境，他修炼的是一门极其邪恶的上古魔功。司徒玄洪之所以敢这么嚣张，甚至能够弄到那种针对子府境的奇毒去暗算你爹，全都是这个掌门在背后推波助澜。司徒玄洪只不过是掌门养的一条蛊虫罢了。现在司徒玄洪死了，掌门的计划被打乱，他绝对已经盯上你了。你现在虽然肉身强悍，但在那个修炼了魔功的半步化神老巫面前，依然不够看。你必须尽快突破子府境。半个月后，东荒三大禁地之一的太古禁地外围将会出现极其罕见的虚弱期，这是你破局的关键。在太古禁壁的藏龙渊深处，有一株即将成熟的真龙不死药，这株神药蕴含着极其庞大的真龙精血和天地法则。当年我就是因为忙着和掌门一脉内斗，错过了这个天大的机缘，导致后来突破子府境时留下了瑕疵。现在你把内斗的步骤省了，去太古禁地，把那株真龙不死药给我抢回来！只要吞了它，你的暗金无暇金丹就能完美蜕变，直接碎丹成符，踏入子府境。到那时，就算掌门那个老怪物亲自出手，你也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。记住，小心掌门！圣子江辰，掌门有令，提前出关，命你即刻前往通天大殿觐见。想探我的底，那就看看到底是谁玩死谁。圣子殿下，掌门有请。带路。弟子江辰，奉命前来见掌门。好，很好。16岁的古灵，凝丹境初期的修为，竟然能以肉身硬扛本座的半步化神威压而不退半步，不愧是能唤醒祖师寂灭剑意的绝世妖孽。太上长老的眼光确实毒辣，掌门谬赞了，弟子不过是运气好点，骨头硬点罢了。年轻人有傲骨是好事，但傲气太重，有时候容易折断。本座听说你今天在外门广场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一脚踩碎了本座培养了20年的第一真传司徒玄洪的脑袋。没错，是我杀的。他先派人去易水城劫杀我，到了宗门又想用规矩压死我。既然签了生死状，他既不仁，我就送他上路。掌门如果觉得我杀错了，大可以现在就一掌拍死我，但我江辰绝不认错。好一个绝不认错！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司徒玄洪连你一个新入门的弟子都打不过，死在擂台上那是他自己废物。我太清门不需要废物。太上长老既然立你为圣子，那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太清门的未来。本座不仅不会罚你，还要重重的赏你。多谢掌门。这枚血灵玉乃是本座当年在一处上古遗迹中所得，佩戴在身上，不仅能加快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，还能在关键时刻替你挡下子府境强者的致命一击。今天，本座就把它赐给你。弟子多谢掌门厚赐。哼，先别急着谢。身为圣子，享受了宗门最高的待遇，自然也要为宗门出力。半个月后，东荒三大禁地之一的太古禁地外围瘴气将迎来100年一次的虚弱期，
届时，东荒各大顶级势力都会派出门下的绝顶天才前往探索。本座要你代表我太清门带队前往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在太古禁闭的藏龙渊深处，有一株即将成熟的真龙不死药，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带回来交给本座。只要你能完成这个任务，本座保你100年之内突破子府，甚至问鼎化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掌门放心，东荒那些所谓的绝顶天才，在我眼里就是一群土鸡瓦狗。那株真龙不死药，我一定亲手采下。好，时间紧迫，你只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。各大势力这次派出的天才中，不乏宁丹境巅峰，甚至半步子府的存在。你虽然战力逆天，但境界还是太低。拿着血灵玉回去好好闭关，半个月后，本座亲自为你壮行。弟子告退。老怪物想拿我当炉鼎，那就看看谁的胃口更大。来得好，给我吞！老东西的这件礼物味道还不错。半个月后，太古禁地，东荒的天才们，洗干净脖子等着吧！你们的机缘，我江辰全包了。宁丹境初期巅峰，是时候出发了。陈儿，此次太古禁闭之行凶险万分，你作为我太清门圣子，是这支队伍的灵魂和统帅。记住本座的话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宗门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拿来那株真龙不死药，本座在宗门等你的好消息。弟子定当竭尽全力，万死不辞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出发！好多强者！九皇子，快看，那是大夏皇朝的九皇子，据说他已经半只脚踏入子府境了。还有那边是百花圣地的圣女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么大阵仗，原来是太清门的这群软脚蝎啊！哈哈哈，笑死老子了！司徒玄霍那个伪君子呢？怎么没带队？你们太清门是没人了吗？竟然让一个只有宁丹境初期的毛头小子走在最前面，还是说你们太清门的长老脑子都进水了，找了个替死鬼来太古禁忌送死？子无极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！您师兄已经陨落了。这位是我们太清门新任的圣子江辰师兄，你敢对我们圣子不敬？新任圣子就他一个宁丹境初期的废物，老子在宁丹境后期都已经无敌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在这太古禁闭外面，老子看在你们太清门长老的面子上，暂且饶你一条狗命。等进了禁闭，老子第一个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现在带着你这群软脚虾师弟，给老子磕3个响头，然后滚出皇城！你废话说完了吗？什么？聒噪！我叫江辰，太清门圣子。今天把话放在这，在太古禁地，我太清门就是天，谁若不服，死！少长们！小畜生，敢伤我玉雷宗少掌门，老夫今天活剥了你的皮！来得好，死符老狗！你以为我还是半个月前的我吗？给我碎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
小畜生，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妖剑？老狗，你自己是个废物，就别怪别人的剑好。你的雷霆就这点威力吗？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。小畜生，既然你找死，老夫今天就成全你，让你见识一下紫府境真正的恐怖。紫雷法相，去死吧！法相就是个大号的充电宝而已。疯了吗？竟然敢用肉身去硬扛法相！滚！这是什么妖法？给老夫滚开！送了老子这么多电，我也该交点电费了吧？给我下来！皇城之内禁止私斗，违者刑神俱灭。算你这老狗命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等别人进去把好东西抢光吗？太清门所属，跟我进！所有人收起兵器，把身法催动到极致，跟紧我的脚步，半个时辰内必须向西北方向推进300里。路上遇任何妖兽或者任何灵草，都不许停下纠缠，违令者按叛宗罪论处，就地格杀。圣子，西北方向可是禁地深处啊！我们这样毫无防备的全速推进，万一闯入高阶妖兽的领地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在教我做事？弟子不敢。不敢就闭嘴，跟上。我的天，圣子难道来过这里？太神了！这种路线，就算是化神境的长老带队，也绝对走不出来啊！圣子，前面没路了！就是这里，把你们身上的护体法宝全部激活，手牵手，全部连在一起。接下来，不管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不许松手，跟我跳！这两个家伙地盘还真是多。孽畜，死到临头还敢挣扎！大夏黄鸡刺！圣女，按照约定，这株真龙不死药，本皇子要主根。徐夜归你百花圣地，其余归我。可以。真龙不死药是我大夏皇朝的了。什么人？殿下，保护殿下！
多谢两位帮我打怪，这药我太清门截胡了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诛你九族！百花圣女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老子身上没有子府境的波动，他最多就是个天生神力的莽夫。你我联手杀了他，真龙不死，要我们平分。殿下冷静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肉身强悍的有些诡异。我们现在本源受损，如果强行出手，恐怕会两败俱伤。贱人，你不动手，我自己来！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坏了，这是大夏皇朝的底蕴，残篇的圣人法制。给我死！拿一张破纸就想杀我？我操！他干了什么？他把真龙不死药给生吞了！哈哈哈哈！蠢货！本以为你有什么底牌，原来是个不知死活的白痴。不用本皇子的法旨落下，你自己就会被神药的能量撑爆，化作一滩血水。天劫，子府天劫，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！天劫又如何？我江辰的命，由我不由天。雷来血来！九皇子，老子今天就用这老天爷的雷劈碎你的破纸！大夏皇朝的底蕴，就这。等等！别杀我！我是大夏皇朝的九皇子，你杀了我，大夏皇朝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灵石、法宝、绝世功法。我刚才说过，这药我太清门截胡了。至于你大夏皇朝放不放我，关我屁事！殿下！杀了他，给九皇子报仇！一群蝼蚁也配叫唤？这绝对是个从地狱爬出的绝世杀神！连灵魂都在战栗。百花圣地莫倾城，拜见太清门圣子。九皇子狂妄自大，死有余辜。我百花圣地愿退出真龙不死药的争夺。这枚戒指里有我等一路上搜集了的全部灵药和资源，只求圣子高抬贵手，饶我等一命。
这女人倒是识趣，知道破财消灾。真是个肥羊，算你识相。带着你的人滚吧，别让我在太古天定核心区域再看到你们。多谢圣子不杀之恩。圣子威武，太清门无敌！你们在周围警戒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我10丈之内。好小子，你简直是个惹祸的祖宗！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砍的那个九皇子是谁？管他是谁，想抢我的东西，大帝的儿子我也照砍不误。霸气，就该这么干！在原本的时间线里，这个九皇子不仅没有死，反而得到了真龙不死药，最后一跃成为大夏皇朝的新任大帝。大夏皇朝在他的带领下，成为了东荒最顶级的霸主，甚至在未来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但现在，你提前在太古禁闭把他给宰了。大夏皇朝不仅损失未来的大帝，机运更是被斩断了一大截。因为你的举动，我这条时间线上的大夏皇朝提前分崩离析。我在清算大夏皇朝国库的时候，得到了一个极其逆天的绝世好东西。老哥，别卖关子了，快给我看看！这是大夏皇朝镇国秘宝的残片，上古虚空阵纹。这东西有什么用？用处大了，把它融入你的混沌神斧之中。只要你心念一动，就能短距离内无视任何空间禁止和阵法结界，进行虚空瞬移。太古禁地里，到处都是杀人的阵法和空间迷宫。有了这块虚空阵纹，你在禁地里就像回了自己家一样。什么神兵利器、顶级天骄还在苦苦破阵，你直接瞬移进去，连锅端了，太爽了！神物啊！好了，好处给你了，你现在别急着去搜刮，赶紧离开化龙池。怎么了？这地方还有危险？哼，你真以为守护不死药的就只有一头半步子府的蛟龙吗？那头蛟龙只不过是用来吸引注意力的诱饵罢了。真正的太古遗种一直沉睡在化龙池的最底部。你引发的天劫和真龙气息已经彻底把他给唤醒了。景巅峰，纯血太古遗种，快走！用虚空之纹带你的人传送出去！这畜生哪怕是我当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斩杀的，你现在的境界绝对打不过他！全部聚过来，牵手！想吃我，吃你的洗脚水去吧！这虚空阵纹简直是逃命和抢劫的无上神术。我操！啊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上古剑仙的遗葬啊，还刚好就在附近的峡谷里。都给我站起来！太古禁定开启的时间有限，我们不是来这里看风景的。太清门所属，列队，走，目标正东方，跟我去进货。这剑皇绝杀阵的阵眼马上就要被磨灭了，只要拿到剑皇传承，
我夜空城就能彻底无敌于东皇年轻一代。什么大夏九皇子，什么百花圣女，全都要被我踩在脚下！天助我也！哟，各位灵虚剑派的兄弟，干得热火朝天呢，真是辛苦你们帮我开门了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太清门的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。这剑种已经被我灵虚剑派包场了，限你3息之内带着你的人立刻滚出我的视线，否则杀无赦！你让我滚？你连碰都不敢碰这阵法一下，只要擦到一点边，绝杀剑气就能把你搅成肉泥。既然你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去拿里面的东西。什么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这阵法好像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吧？这不是有脚就能进吗？好东西啊，拿回去给底下的兄弟们切菜用也不错。蚊子腿也是肉，不能浪费。啊！放下！把传承给我放下！那是我的，那是属于我灵修剑派的，给我破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这可是你自己要打阵法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多谢灵虚剑派的老铁送来的剑皇传承，服务很周到。我还有下一场赶场，先走一步。圣子简直不是人啊！看什么看？这太古禁地里好东西多的是，继续跟着我。下一站，去拔大夏皇朝和御妖门的祖坟。只要给他戴上这御兽圈，滴血认主，老子在门中的实力肯定一飞冲天！孽畜，给老子趴下！成功了！有了这头子府境的天羽雷虎，本少主在这太古禁地里，谁还能挡我？哟，这大猫长得挺别致啊！什么人？多谢御妖门的老铁帮忙抓宠物，这大猫我太清宗就笑纳了。太清门，江辰，老子要杀了你！老子要把你扒皮抽筋啊！我的千年人参，我的丹药，我的宝匣！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我灵血派在建功损失惨重，连祖师佩剑都被那个小畜生给顺走了。这个仇不报，我叶孤城誓不为人！不杀江辰，我们这些人以后在东荒还怎么混？他仗着那个诡异的空间阵纹，神出鬼没，我们单独遇上他，根本抓不住他。九皇子的血海深仇，我大夏皇朝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诸位，那江辰虽然肉身强悍，但毕竟只有一个人。他那个虚空阵纹虽然难缠，但老夫手里有一枚大夏皇朝的底蕴秘宝——风空神珠，只要激发此珠，方圆100里之内的空间将被彻底封锁，任何空间秘法和阵纹都将失效。好，我们立刻成立灭尘联盟，放出风去，就说陨星盆地有圣人传承出世。那个贪婪的杂碎，只要听到有宝贝，绝对会像苍蝇一样循着味儿飞过来。只要他敢踏入陨星盆地半步，风空神珠一开，我们几百人联手，就算他是化神境的老怪物，今天也得死无葬身之地。圣子，前面好像有动静，陨星盆地那边聚集了数百个其他势力的人，而且他们还故意放出消息说那里有圣人传承。弟子觉得这像是个针对您的陷阱啊！圣子，我们还是绕道吧，反正现在捞的已经够多了。哈哈哈哈！绕道？我江辰的字典里就没有绕道这2个字。他们以为布个陷阱就能杀我。你们记住，猛兽从来都是独行的，只有弱小的牛羊才会成群结队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他们强，而是因为他们怕了。既然他们把东西都带在身上，聚在了一起，那倒省了我们到处跑着去进货的麻烦。今天
我就教教这群东荒的所谓天骄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残忍。走，跟我去陨星盆地。他真的来了！风空神珠，快开！哈哈哈哈！江辰，你的空间妖术已经被彻底封死了。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我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刀一刀的割下来喂狗。封锁空间，你们这群蠢猪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？我来这里根本就没打算逃，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被我包围了。这小子是不是被吓疯了？一个人包围我们几百人，他以为他是化神境的老祖吗？简直是大言不惭！不用各位师兄出手，我一个人就能斩了他。还在大放厥词！诸位，不要跟他废话，一起出手，将他碎成万块！来得好，月天神功，给我吞！不可能！现在该我了。怪物，他是怪物！你们不是封锁了空间吗？今天谁也别想走！小畜生，休要猖狂！老子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你撞成肉饼！跟我比肉身，算个什么东西？兄爸死了，少主死了！轮到你了，灵虚剑派的废物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万剑归宗！我杀！雕虫小技，拔剑术，斩！老夫跟你拼了！老狗，等你好久了。找死！什么？你的力气太小了。饶命！少主饶命啊！我们都是被逼的，我们把东西都交出来，求你不要杀我们！我刚才说过，你们所有人都被我包围了，想活命的把灵宝都掏出来。怎么回事？臭小子，你杀得太狠了！阴经盆地是整个太古禁地的阵眼核心，你在这地方杀了这么多人，极其庞大的气血之力直接渗入了地底。这股极其浓郁的血气之力，把隐藏在地中最深处的太古神皇终极杀阵给提前激活了。真正的太古神皇传承要破土而出了，这动静太大了，整个东荒甚至中州的老怪物都会被惊动。马上准备，我把最核心的破阵口诀发给你，直接去地底把神皇玉玺抢出来。太古神皇的灵琴出世了，那是本座突破虚道境的唯一希冀。老九死了，但神王传承现世了。传朕法旨，唤醒3位太上祖老，随朕亲征太古禁地，夺下神皇玉玺，大夏必将一统东荒。太古神皇，司徒玄洪那个废物死了就死了，没想到江辰竟然引发了神皇灵气的提前出世。哈哈哈哈！这小子果然是我命里最大的福星。血影卫听令，立刻封锁太古间地所有出口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敢带走神皇传承，杀无赦！你们就在这里趴着，哪儿也别去！快，东南角那里是阵法的正门，外界的老家伙最多还有半炷香的时间就能强行撕开禁地法则冲进来，你必须在他们前面拿到神皇玉玺。左踏7步，闭气，右转3步，身体逆流。就是他，跟我比肉身，你就算是太古神皇，今天这玉玺老子也拿定了。给我起！放肆！区子服蝼蚁，胆敢染指神皇传承！立刻放下玉玺，跪地受死！
老夫留你才是。小畜生，放下玉玺！让我放下！老东西们都滚了！你们，这东西我江辰笑纳了。小畜生，老夫要活剥了你爽，太他妈爽了！不愧是我太清门的圣子，连这等神皇传承都能被你从那群老怪物手里抢出来。本座还真是没有看错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很疑惑对吧？你以为你用裂天神功吸干了本座赐给你的那枚血灵玉，就万事大吉了？那枚血灵玉里确实藏着本座的一丝母气，但那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真正的追踪印记，在碰血灵玉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无声无息地在神魂深处。只要你还在东荒，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本座的手掌心。不愧是掌门，真是好算计。不过，东西现在在我手里，你就不怕我一把捏碎了它？捏碎神皇玉玺？就凭你那点微末的道行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本座乃至真正的虚道境大能，也伤不了那玉玺分毫。江辰，本座没时间陪你耗了，交出神皇玉玺，然后乖乖放开你的心神，让本座吸干你那一身完美的无瑕根基。本座可以大发慈悲，留你一道残魂去投胎。以我的根基，老狗，你怕是长了一副好牙长？给我破！哦，中了本座的碎玉圣若，竟然还没死。好，太好了！你这具肉身的底蕴，简直比本座想象的还要完美10000倍。只要吞了你，本座绝对能立刻踏入化神境。绝望吧，挣扎吧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那些九宗秘不堪一击。绝对的力量，老东西，你真以为吃定我了？你不是想要它吗？你不是想吸我的血吗？老子今天就算把血放干，也绝对不便宜你这条老狗！你疯了！快住手！区魔道秽物，安敢伤吾传承之人！不，这不可能！神皇意志怎么可能被一个自负出奇的蝼蚁唤醒？老狗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趁你病，要你命！死！别管他的元神了！你强行唤醒神皇玉玺，这股波动已经彻底暴露了你的位置。东方那几十个老怪物马上就要顺着气机撕裂虚空赶到了。你现在的身体状态，随便来个虚道境吹口气，你就得死。那我怎么办？虚空之纹带不走多远啊？把神皇玉玺的力量推动到极致，玉玺里蕴含着破开大域界壁的空间法则，直接用它轰前往中州的界域通道，离开东荒，去中州。老东西们，这玉玺我就带走了，有种你们就追过来！给我开！让他跑了！给我顶住！操了！死人！
玉骨金虽然布满了裂痕，但底子还在，掠天神功也能勉强运转。只要有足够庞大的资源，老子分分钟就能把神府修补好，重回巅峰。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你是谁？这里是青州岳家，我叫岳心言，是我在后山的废灵泉里把你背回来的。谁打的？没，我自己不小心撞的。你先把这碗药喝了吧，你伤得很重。你先出去，顺便把门关上，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来。你小子命是真大呀！强行借用神皇玉玺的力量横跨大域，竟然只是神府被封印，换做别人，早就被空间乱流搅成一滩血了。老哥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。我现在浑身上下就剩下聚气境的实力了。中州这鬼地方可是修仙界的核心，子府不如狗，化神满地走。我这副状态出去，随便遇上个阿猫阿狗都能踩死我。快给我支个招，怎么才能搞到海量的资源修补神府？搞资源？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躺着的地方到底是一座什么金山？金山？这破柴符连个顶都没有，哪来的金山？你以为你随便掉进一个废弃灵泉是巧合吗？那是因为你手里拿着神皇玉玺。玉玺有灵，它在横跨虚空的时候，自动帮你选择了一个灵气最浓郁的地脉坐标降落。这个什么狗屁岳家，完全就是一群守着宝山要饭的蠢猪！在他们岳家的地底最深处，隐藏着一条中州听着极其纯粹的上极品大型灵脉。老哥，你的意思是，神府碎了怕什么？你修炼的可是掠天神功，只要你留在这里，白天装死当废物，晚上化身吸血鬼，顺着地脉把那条地脉里的地气吸入，全心咬往死里。别说修补神府了，你的修队能直接迎来极其恐怖的暴涨，一跃达到子府境的巅峰。懂了，扮猪吃虎，暗中吸血，这业务我熟啊。岳心言，你这个贱婢！本少爷让你去洗衣服，你竟然敢偷偷跑去后山捡野男人，还把这个叫花子藏在柴房里，你是不是犯贱，想男人想疯了？少爷，我没有，他受了重伤，我只是想救他。救他？你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，还想学人家行侠仗义？来人，把这个半死不活的叫花子给我拖出去，扔到后山喂野狗！把岳心言吊在院子里，打断他的腿！小子，下辈子投胎机灵点，别死在我们岳家的地盘上！拿开你的脏手！那是鬼啊！来都来了，急着走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可是岳家的少主，我们岳家可是有宁丹境长老坐镇的。你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，我们岳家绝对把你千刀万剐！哼，宁丹境，好可怕呀！刚才不是叫嚣着要把我喂野狗吗？虎落平阳，老子就算是只剩下一口气，照样能吃人。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你救我一命，我替你打断几条狗谈，互不相欠。把你知道的关于这青州还有这岳家的情况，全都告诉我。岳家是青州的二流修仙家族，现在修为最高的是宁丹境巅峰的家主。家族老祖打下的产业，因为实力不济没有守住，现在只靠这残存的灵泉支撑家族。一群守着金山要饭的蠢货！你今晚别在这里睡了，去别的空房子躲一躲。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别出来。果然在下面。
财了，这回是真的发大财了！岳家老铁，多谢你们帮忙保管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这金山归我了。掠山神功，给老子开！灵气，后山的灵气怎么在以这种恐怖的速度枯竭？到底是谁？是谁在断我岳家的命脉？传我命令，遥想最高警中，所有岳家长老出关，给我把后山翻个底朝天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这个贼人给我找出来，碎尸万段！秀儿，爹，救我！我的腿断了，我的腿全被踩碎了。是一个叫花子，是一个躲在柴房里的野男人干的。他是个魔鬼，他杀人不眨眼啊！爹，敢在青州废我岳维深的儿子，不管他是谁，老夫今天都要活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家主，不好了，后山的灵泉彻底枯竭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岳家府邸各处的聚灵阵全部失效，地底的灵气正在以一种极其疯狂的速度流失，全都在往这个洞口下面汇聚啊！畜生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众长老听令，立刻结4象绝杀阵，把你们所有的真气都给老夫灌进去，对准这个地洞，给老夫往死里轰！就算是把后山炸平，也绝对不能让那个贼人吸走我们岳家的根基！给老夫死！岳家老铁，这份大礼我江辰记下了。在上面叫唤半天了，真以为我听不见？不用你们轰，老子自己出来，给我破！什么怪物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何要潜入我岳家，偷盗我岳家灵脉？我岳家虽然落魄，但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偷？老东西，你这话说的可就太难听了。天地灵宝，有德者居之。这灵脉放在你们地下几百年，你们连发现都发现不了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我好心帮你们把它消化了，这是你们岳家的荣幸。你简直是个强盗、土匪！老夫跟你拼了！寒冰绝影剑！这就是你拼命的底气，太弱了。
听好了，老东西，吃了你的灵脉，我心情不错，今天不杀你满门，但从现在开始，这块地就僵了。小畜生，你别以为突破了紫府境就能在青州一手遮天。我岳家能在这青州立足几百年，绝不是没有底牌的。霸道门是霸道门的内门长老郭然大人，郭长老，救命啊！这个贼人不仅偷干了我们岳家的灵脉，还废了我的儿子，要灭我岳家满门。求郭长老出手诛杀此贼，扬我霸道门天威呀！你是哪里来的野小子？哼，敢动我霸刀门罩着的人，你的胆子很大。老夫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也不管你是怎么偷的灵脉，现在立刻放开岳为尊，自断双臂，跪在地上磕头领死。老夫可以考虑只杀你一个，不诛你9族。说完了吗？大半夜的，搞个投影出来吵人睡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跪下？放肆！不知死活的小畜生！老夫这就灭了你这无知狂徒！滚！地牌出完了，那现在带我去你们岳家的宝库。行了，东西不错，滚吧，带着你那个残废儿子滚出这片院子。再让我看到你们，我不介意送你们去见你们的列祖列宗。恩人，您睡了吗？进来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？恩人，岳为尊他们虽然逃了，但霸刀门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霸刀门的行事作风极其霸道，他们一定会派真正的强者来追杀你。这块令牌是霸刀门即将在3天后开启的血渊秘境的入场名额，这是岳家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唯一一个名额。本来是打算给岳无血去寻找突破机缘的，恩人实力通天，心妍想把这块令牌献给恩人。血渊秘境，霸刀门市。既然你们这么热情的邀请我，那我不去把你们的秘境搬空，岂不是太不给你们面子了？为了不被人警觉，现在只能压着修为当个兵样子混进去。这霸刀门的排场还真是够大的。未来老哥说，这所谓的血渊秘境根本就是一个极其恶毒的陷阱，拿泉州的天才当肥料。这霸刀门比我还像悍匪。看什么看？交了令牌，赶紧滚进去！这霸刀门的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等会儿进去杀人越货，就更加没有心理负担。那颗血元珠现在已经被我单方面预定了。你这废物是哪个家族的？嘿嘿，岳家。岳家那个老废物脑子进水了吧？竟然把这么珍贵的名额给你这种一捏就死的病秧子！回大人的话，我是岳家的旁系，家主说让我进去碰碰运气，采点低级草药就行了。行了，你的运气到头了。这块令牌我看上了，正好我有几个小师弟没抢到名额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峡谷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！这该死的，
要不是为了大计，现在就打爆你的狗头。这位大人，这令牌是我们岳家好不容易才……老子让你滚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再敢废话一句，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！小畜生，你敢还手！狗一样的东西，拿了我的令牌，还不给我办事！七夕，有人敢在血源峡谷闹事，杀了他！放肆！门开了。传令下去，那个混进秘境的小畜生敢伤我霸刀门弟子，所有进入秘境的霸刀门弟子听令，放弃外围搜刮，进去之后立刻结网追杀此人，提着他的人头出来见老夫，赏极品灵石10万，地界功法1副。追杀我！中州的第一场进货，猎杀时刻正式开始了。郭师兄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我们已经有4个食人小队失去联系了，连求救信号都没来得及发出来，就彻底人间蒸发了。慌什么？那小子就算再诡异，也不过是个聚气境的废物。大师兄已经下令收缩防线了，只要我们撑到和其他人会合，他绝对死无葬身之地。第42个。废物，全都是一群废物，整整60多个人，连那小子的影子都没摸到，就被人像杀鸡一样给宰了！你们的眼睛都瞎了吗？大师兄，那小子肯定有某种极其高阶的空间法宝。这血源秘境的环境太复杂了，雾气又重，如果我们再这样分散搜索，只会被他各个击破温水煮青蛙啊！既然他喜欢玩捉迷藏，那老子就把这片空间彻底锁死。所有宁丹境以上的弟子听令，立刻按照9宫方位，随我布下血魔封天阵，把这方圆10里之内的空间给老子彻底凝固。小畜生，你的空间法宝现在已经成了废铁，老子知道你就在这10里范围之内，有种的就给老子滚出来！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老子还以为你是个什么3头6臂的怪物，原来还真是个毛都没长齐的病秧子。没了空间法宝，我看你拿什么在老子面前狂！上，给他留一口气，老子要亲手把他的皮扒下来！你们这些反派，是不是脑子里装的都是大神？谁告诉你我只会暗杀我问你，这秘境里那颗用来吸收天才气血的血元珠放在什么地方？饶命！我是霸道门的首席，你杀了我，门主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在秘境最深处的化学祭坛，那里是整个阵法的核心，血元珠就在祭坛的顶端喂养。很好，你可以上路。
小子，没时间废话了，听好，你杀得太快了，引起了外面那个老怪物的警觉。这所谓的血渊秘境，根本就是霸刀门历代门主用来养蛊的化血大阵。霸刀门的现任门主，那个卡在子府境巅峰上百年的老不死，此刻就在秘境外面。他正在不惜一切代价，疯狂催动外面的主阵眼。他在外面催动阵法，想干什么？他要把秘境里所有活着的生物，包括他自己的徒子徒孙，全部献祭。他在强行催熟那颗血元珠，那颗珠子吸收了太多怨气和心血，现在已经彻底变异了。他正在化作一头拥有半步化神境威压的血魔煞体，只要那老东西收割了这头血魔，他就能立刻打破桎梏，踏入真正的化神境。半步化神的补品。老哥，你这哪是来报丧的？你这分明是来给我送外卖的！你这头不知死活的恶狼，那血魔煞体浑身都是剧毒和腐蚀血液，连极品灵气都能瞬间融化。不过你修炼的是掠天神功，加上玉骨精髓，正好是他的天敌。别耽搁了，立刻赶往秘境最深处的化血祭坛。晚一步，这颗绝世神药就要被外面那个老贼给截胡了。想在老子的地盘上抢怪，门儿都没有。百年筹谋，今日终于大功告成。只要吞了这血魔煞体，老夫就是这青州地界唯一的化神老祖。来得好，乖乖成为老夫的养料吧。老东西，大白天的做什么美梦呢？这东西写你名字了吗？什么人？跟我比吃人，你算个什么垃圾？老狗，多谢你辛辛苦苦帮我把这药丸给催熟了，这份大礼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不愧是上万天才的气血，这血元珠竟然直接让我突破了子府后期。小畜生，我要你死！我要你形神俱灭！想杀我，你就算是真身降临，老子今天也照样把你砍成两截。拔剑术，给我破！这不可能！小畜生，老夫在外面等你，老夫要将你抽筋扒皮啊！门主，传老夫法旨，封锁山谷，结万仞诛杀大阵。那小畜生吞了老夫的血元珠，他绝对活不长。等他出来，老夫要亲手把他剁成肉酱。要他了，老狗，洗干净脖子等我。他出来了！移动大阵，杀了他！就这点破铜烂铁，也想挡我的路？滚开！
救命啊！小畜生，你敢屠我满门，老夫今天跟你同归于尽！同归于尽，配吗？月神神功，给我碎！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杀你的怪物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霸刀门的遗产我全盘接收了。小子，干得漂亮！霸刀门这种垃圾势力，灭了也就灭了。不过你现在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青州这破地方你是待不下去了。老哥有新地图推荐？立刻去中州最核心的地带。3个月后，中州第一学府天道书院即将开启极其残酷的生死招生。只要能进入天道书院的内院，你就能接触到整个修仙界顶级的资源，以及大帝级别的无上传承。去那里，把中州那些所谓的不朽道路传人，全都给我踩在脚下。这哪里来的破烂玩意儿？霸刀门，没听说过，难道是哪个穷乡僻壤跑出来的三流势力？真是晦气！这中州的灵气确实比东方那个破地方浓郁多了。站住！哪里来的乡下徒？你身上那股穷酸的汗臭味熏到本少爷的血域狮子了！马上跪下，给本少爷的坐骑磕3个响头，然后滚出这片白玉广场！天道书院不是你这种下等人有资格踏足的地方。是尹氏家族南宫家的人，这南宫默然可是个极其心狠手辣的主，这个背着黑剑的土包子惨了。中州的人都像你这么没脑子吗？还是说，你们这群温室里养出来的废物，平时出门都不带眼睛的？放肆！一个子府境后期的土狗，也敢辱骂本少爷！莫老，杀了他！他的嘴给我一寸一寸的撕烂！既然你们非要找死，那我就提前活动一下筋骨吧。莫老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可是南宫家的大少爷，你敢动我的人？我管你是什么狗屁南宫家，既然你喜欢让人下跪，那今天你就给我跪在这儿吧。保护少爷！太弱了！别杀我！我是天道书院内定。天道书院要是收你这种连我一脚都扛不住的垃圾，那这书院我看也没什么意思。
何人敢在我天道书院门前放肆，当街废人修为？真当我书院执法堂是摆设吗？